我天生自带霉运圣体，第一次参加工作就干倒了14家公司，老板硬塞给我1万块钱让我去对手公司应聘。强大的霉运使国家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在一番思索下决定任命我为国家头号调查员。啊？什么？9险2金有编制？你说国家要出钱请我去樱花国旅游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还吃上国家饭，端上铁饭碗？原来就在半个小时前，陈东方的资料被投影在大屏幕上。这就是陈东方的资料，出生时医院就发生大火，3岁被绑架，8岁撞翻泥头车，22岁毕业2本生专科，工作期间连续倒闭14家公司。我很好奇他是怎么活到22岁的。这已经不是倒霉的问题了，这 TM 妥妥的瘟神，还是最顶级那种。说说吧，陈东方该怎么处理？虽然很不愿意相信，但这人实在是倒霉透顶，放任不管的话，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。在最上方，国安局副局长杨修没有想到，在他的治下，竟然还有这么一个顶级扫把星部，应该说是天煞孤星。扫把星太委屈陈东方的运气了。我认为应该把陈东方送到沙漠，驻守边疆，一辈子待在偏远之地，不让霉运影响到任何一个人。不行，陈东方是我国公民的一员，难道因为他倒霉就抛弃他，让他一个人生活一辈子？这样未免太残忍了。别忘了我们的宗旨，绝不抛下任何一个人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难道就让他在城市里面搞破坏？这样难道不是对其他人的不负责吗？其实我觉得你们的想法都太狭隘了。陈东方倒霉归倒霉，但并非没有用处。想想这么一个灾星，我们怕，难道其他人就不怕？对啊，让陈东方去当卧底多好，说不定不用我们出手，犯罪分子自己就先被霉运搞死了。小了，格局小了，应该让陈东方去敌国搞破坏，这可比抓住几个犯罪分子强多了。陈东方走到那里，那里就是灾难、火灾、地震，甚至是陨石流星，要不了半年就解决一个又一个大敌。那时候谁还敢说陈东方是霉星？闻言，众人瞬间一愣，一股狂喜涌上心头。这件事就由赵白领负责，看你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多半已经有了打算。说说吧，你准备怎么办？前几天小樱花不是想将核废水排到太平洋吗？正好这群八嘎和我们是世仇，我决定让陈东方第一站就选择在岛国。他希望这员福将能给我们带来一丝惊喜。什么？你说国家出钱请我去樱花国旅游？我们准备安排你去小樱花旅游，不仅全程报销旅费，还给你1个月5万的工资，编制9险2金，医疗免费，安排配偶工作等一系列福利，而你只需要玩就行了。怎么样？有兴趣吗？有兴趣吗？不要用这么语气问我，我当然有兴趣，这不就是梦中情工作吗？工作沐浴，高薪资，有编制，有比5险1金还牛逼的9险2金，老们有人养我，医疗免费，真是天大馅饼砸在头上了。妈妈，我出息了。以后公司就是我家，老板就是我家人，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接说吧。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你只要去樱花国游玩一圈，去富士山啊，还有东京啊、靖国神策之类的地方转一圈就行了。真的什么都不用做，只玩就能给我这么好的福利？陈东方，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。忽然陈东方有一种感觉，他好像回到读小学的时候，戴着红领巾，站在5星红旗下，光荣宣誓成为一名少先队员。虽然学校半个月不到就被地震震倒了，但此时此刻，陈东方感觉到了久违的被需要的感觉。虽然他天生自带霉运圣体，但并不是一无是处。陈东方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年少有为，年少有为，国家就需要你这样有朝气的青年。我天生自带霉运圣体，为保护华夏人，国家决定连夜把我送到樱花国。接上集，东方跟着赵警官正在前往机场路上，与东方同行的还有一位美女杨思怡，她不是被钱老板给坑进监狱里了？她怎么也在车上？杨思怡是陈东方第14家公司的美女主管，自从东方入职后，公司就被拆穿刑事诈骗。后来老板把法人转到了杨思怡名下，导致杨思怡被抓入狱。她现在是戴罪立功之身，我们怕你不会外语，特意给你找的翻译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你安全送往樱花国的，让你好好享受一把异域风情。这一路上能不能安全到达机场还是个事，得早点把他送到国外，让这小子留在国内误伤到自己人就不好了。语音刚落，一辆泥头车就从侧面撞来。特么的，我就知道没这么顺利。很快几人从车里钻了出来。我说了，和他在一起比打工刺激多了。怎么办？司机师傅昏迷了，车也坏了。放心，他没生命危险。快没时间了，航班不能晚，晚了我怕夜长梦多。我们直接走路过去吧。司机师傅呢？还有那个撞我们的泥头车司机都不管了吗？没事的，他们都还活着，已经有人来救援了。
我们去机场就是。赵白领一口气说完，转过头不怀好意地看着杨思怡。与其关心别人，你不如担心自己。你可是要和陈东方一直待着的，不知道你的命够不够硬啊？杨思怡看了眼后方的陈东方，心中不由发出一丝疑问：开什么玩笑？跟陈东方一起去樱花国旅游，是他先死，还是小樱花先死？反正我一定要在死之前弄死你！这疯婆娘怎么回事？很快，东方几人走到了机场。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才会被你忽悠来和陈东方一起旅游。不行，这一趟太危险了，之前的条件不行，得加钱。这能理解，加钱就加钱，你先放开我，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是朋友，要一起共事的人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没必要这么吵。这次任务只是你们2人去，我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。开什么玩笑，跟陈东方一起去旅游不要命啊？也就这个杨思怡敢接着火，因为是戴罪之身，而且要钱不要命，其他人命不硬的，说不定来的路上就死了。你不去，那你还忽悠我去？赵白领赶忙说道。这样吧，工资给你翻倍，旅游费用全部报销，我还给你老家的父母养老，而且你的保险都是最高规格的。听闻杨思怡瞬间变了个脸，为国家安全建设，我义不容辞。果然没有什么事是加钱不能解决的，如果有，那就再加一下，钱给双倍。好了，不跟你们开玩笑了，接下来我要和你们说的事很重要，我希望你们能认真听好。说吧，都听着呢。这张地图里面有我们标注的特殊地方，你们可以重点游玩。这是我们研究的最新科技，别看它只有 T 恤衫那么厚，这玩意刀都捅不进去，甚至子弹都打不穿。还有，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联络工具，里面有我们战湖局的战友联络方式，还可以防止监听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这次任务是次要的，你们最重要的是安全，懂吗？安全第一。放心吧，我这么多年都活过来了，已经没有什么能杀死我了。虽然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亲爱的顾客，本次前往樱花国航班因天气原因不能按时起飞，推迟至下午17点。赵白领笑容一致，他就知道没那么容易。亲爱的顾客，樱花国航班推迟至晚上19点、21点。直到晚上11点的时候，经历暴雨、候鸟难飞、飞机故障等一系列事件后，总算没有再延机的消息。陈东方同志，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。我天生自带霉运圣体，为保护华夏人，国家决定连夜把我送到樱花国。有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就连坐的飞机都只有2个人。行了，别给自己加戏，又不是去了回不来。因为2人的特殊原因，整架飞机不对其他人售票。硕大的地方除了乘务员，就只剩下他们2个。先生，你是需要热水吗？不需要服务。好的，有什么需要叫我就行。就在这时，飞机忽然一阵猛烈的摇晃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飞机飞行途中遭遇候鸟撞击，请系好安全带，不要随意走动。候鸟吗？没什么事吧？我有点累，先睡一会儿。你不担心吗？第一次坐飞机就遇到事故，这些都是小问题，只要没有掉下去，都是小事。杨思怡一点不慌，和陈东方在一起，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坠机的准备。现在出现候鸟小问题罢了。你们聊什么呢？小声点，我也要继续睡觉了。陈东方也没什么反应，不是不怕，而是梦中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参加。这还真是淡定啊，不愧是参加特殊任务的人。接下来短短的3个小时，飞机遭遇了后舱着火、气流强袭、候鸟撞击等10多种意外，这些别人一辈子都遇不到的事故。关键飞机还安全降落了，他不知道遇到这么多灾难还能活下来，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？到樱花国了吗？到了。我们走。随后2人来到樱花国机场。小樱花，我来了。第一站，我们就去东京。就好，我还没有见过小樱花的首相呢，这次一定要开开眼界。当坐上前往东京的出租车后，陈东方打开了直播。作为从小倒霉还能顽强活着的陈东方，敏锐的嗅觉告诉他，这是一个成功的好机会。兄弟们，人在樱花国，刚下飞机看我直播的兄弟，特别是读高中的同学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！主播真的在樱花国吗？你个樱花妹！兄弟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说的就是那位没有纸的兄弟，做事情没有准备，怎么能成功呢？波老师对你很失望。同学们，你们这个年纪应该是好好学习，我不希望你们将来想起我的时候是悔恨，是对自己没有努力的泪水。是啊，主播说的对，我们应该好好学习，而不是沉迷于低级趣味。就在东方跟诸多室友聊天时，一个刹车打滑，汽车快速滑行，直直的撞在围栏上，围栏被撞得变形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知道，幸好车子是我们华夏国产的，不然今天可都要栽在这里了。卧槽，主播出车祸了，主播没事吧？我想起来了，
主播就是之前在全民直播那个瘟神，刚直播2天，平台老总就被抓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主播以前也在猫牙直播过，也是刚去2天，平台就倒闭了。不知道鱼牙直播挺不挺得住啊？主播真能平安到达东京吗？放心吧，我肯定能平安到达东京。果不其然，东方在经历了一共撞车7次、撞鬼5次、被野生动物撞6次、爆胎2次、发动机受损后，2人终于到达了东京。我天生自带霉运圣体，为保护华夏人，国家决定连夜把我送到樱花谷。接上集，东方跟司仪在经历981次车祸后，2人终于到达了东京，并在当地一家旅馆住下。我 TM 心态崩了，自从遇到你，我 TM 1个月就来28天亲戚，这还是人吗？我 TM 都怀疑我是个外星人了。还有昨晚，别说了，我也不想。东方很无奈，但天生的霉运体质自己又控制不了。他除了能确保霉运不会要了自己的命外，一直找不到方法能随意控制。凭什么不让我说？你知道在高速公路上遇见犀牛、大象、长颈鹿有多绝望吗？周围10几辆车都不撞就撞我，我明明在公司工作的好好的，你一来老板就跑路，还把公司挂我名下，承担全部责任。杨思怡越喷越不爽，越喷越委屈，说着说着竟然委屈的哭出声来。东方一时也很尴尬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主要是他也没办法。不行，我遭受的苦难，别人也要一丝不差的体验。你想做什么？接着，杨思怡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条新闻音效道：今天樱花国首相本安要演讲，宣传核废水对人体无害。演讲？对，刚好他演讲的地方离我们不远，我们现在赶过去，还能有时间赶上直播，估计演讲刚刚开始。你想干什么？陈东方一惊，赶忙说道：咱们可是只有2个人，想要万军从中取敌，将手接这种事可做不得。别忘了，我们只是来旅游的。你想多了，放心吧，只是去看看，不会做傻事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司仪看着一脸庆幸的陈东方，心中忍不住吐槽：只要让陈东方去看演讲，不用做什么，就站在那里就好。运气差点的，说不定就被克死了。你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快点出发了，核废水演讲要开始了，再不走要来不及了。接着，杨思怡左脚踩到了右脚，来了一个标准的平地摔。他转过头看着陈东方，眼神中满是怒火：怎么，人不行别怪路不平，我走路怎么不会摔？中午，烈阳高照，2人终于来到了首相裴安演讲的地方。这一路走来，除了经历平地摔、鞋子被卡石缝外，还遇见了高空抛物、天降石子。但其实你别说话，每次你开口说话就会出事。就在这时，有一个长相酷似杀手的记者扛着一台酷似摄影机的东西走过来。哟西，你们是夏国人，也是来看本安大人演讲的？你们也支持我们排放废水吗？你哪位？你好，我是一名记者。你来看安崩的演讲，肯定是支持排放废水的吧？陈东方这时也反应过来，这家伙是来搞事的吧？我不支持，我反对排放废水。大海是人类的家园，有诸多鱼类生存。我希望樱花国能承担起保护海洋的责任，不要将自己的问题推给别人。这么说，您是个爱好环境保护者？话刚说完，乌界太郎抱着摄影机就跑。哈哈，我已经拍下你的反应了，等我回去魔改一下放到网上，到时候你们夏国一直维持的形象就都没了。这时乌界太郎刚走了没几步就摔了一跤，摄像机一个滑铲，直直的落在一个妹子的裙底下。随着一声尖叫，一个高大的保安走到乌界太郎面前：我们怀疑你涉嫌偷拍猥亵，请跟我走一趟。冤枉啊，是摄像机自己落在他裙底下的。是不是？和我们到警局走一趟就知道了。不愧是你，说句话都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。关我什么事？他自己摔倒的。我天生自带霉运圣体，为保护华夏人，国家决定连夜把我送到樱花国。上集说到，樱花国首相竟要以身试险，亲自喝核废水，想以此来证明核废水无害，可排放大海。此时他们正在演讲，后台密谋商量着。山本君，废水过滤器准备好了没？放心吧，本安首相都安排妥当了，到时候你喝到的是纯净水，就连锅里的水也都是纯净的。有戏，干得很好。能为安本大人做事是我的骄傲。此时山本健司急忙表忠心，他以为这是拉关系的好时候。不过我们这次是面向的是全世界，万一有外国人要检查，我怕会被发现，所以一会我们上去表演。山本君，你喝的一定要是核污水过滤的水。那你……山本健司脸色一变，让他喝核废水，喝了会死人的，就算是有过滤，也依旧有极大的危险。
怎么？难道山本君不相信我们大樱花帝国生产的过滤器？不是，只是和这个。山本看着眼前的顶头上司，不知该如何反驳。过滤器要是有用，为什么还要朝大海排放？既然山本君有信心，那就不要推辞了。好了，演讲马上要开始了，我先过去参加了。此时上本健司欲哭无泪。八嘎，可恶！你自己喝纯净水，要让我来喝核废水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接着，山本健司悄悄走到后台，调换了废水和纯净水的位置。这样一来，自己喝的就是纯净水，而裴安喝的就是核废水了。与此同时，安培正在台上演讲，他身边还有一个号称杀人只需0.3秒的美女保镖。同胞们，泄漏事件已过去3年，我们终于完成了对废水的治理，研究出了完美的过滤器。3个月后，我们将把过滤后的核废水重新还给大海。此言一出，在场瞬间一片哗然，众多国家的记者疯狂挤上前采访。保安首相，请问为什么要将核废水排放进大海？难道贵国没有治理的打算吗？这样是否会给世界带来不可逆转的危害？当然不会，我们研究的过滤器能把核废水过滤纯净水。为此，我们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节目。接着，工作人员搬来一个过滤器，还有一瓶核废水。安培看着众人反应，心里笑得不行。这瓶水不过是纯净水伪装的而已，一点危害都没有。只要喝了这瓶水，再配合舆论的力量，到时候樱花国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排放废水。想到这里，安培大声宣布道：“今天我就要亲自给大家表演喝核废水，证明我们大樱花帝国过滤器的安全性。”此时，东方正在现场开着直播，直播间吵得不可开交。什么过滤器都是在骗人，本安喝的10有8九就是纯净水。小樱花仗着有污染，别人不敢检查废水，才这么嚣张，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喝废水。主播，你不是没什么？要不然你靠近一点，说不定安就被你美死了，没了领导人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主播快上！诸位，我知道我倒霉，但我不是许愿机。安博一看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难道我靠近他一点，他喝的纯净水就能变成核废水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大热天的，还有比天上掉干冰砸到我的是离谱吗？好吧，那就试试喽，反正没什么损失。此时，东方成功挤到了安培旁边，安培正在用过滤器过滤核废水，不一会儿功夫就把核废水过滤好了。反正本来就是纯净水，就算喝了也没事。说着，安培一口就把核废水喝了下去，随后对着众人笑道：“各位看吧，我就说没事，只要是经过我们过滤的核废水，比纯净水还要干净。”安培心中得意，只要把废水排放进大海，他的政治资本又雄厚了不少。但安培突然感觉眼前逐渐发黑，刚想开口说点什么，但随后就感觉全身失重，眼前一黑。而此时，各国记者疯狂拍照，心中狂喜，甚至都已经想好了第2天的新闻报道，就叫樱花国首相竟亲自喝核污水，最后自取其祸，遭受到应得惩罚。好家伙，樱花国首相竟以身试险，亲自喝核污水，结果自取其祸，遭受应得惩罚。此时，樱花国高级病房内，裴安一脸虚弱，因为刚刚喝完核废水的原因，甚至可以看到身子轻微发出了一些绿光。山本君，为什么我喝的纯净水会变成核废水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工作人员搞错了。这时，山本健司很是心虚，因为这是他做的手脚。尽管樱花国生产的过滤器说是可以净化核废水，其实功能和加强版漏斗差不多，只要放大看，就能看见核废水中的放射元素以及各种辐射。要不是樱花国首相的身份，背后有专门的医疗团队，要不然早就死了。而且死了之后，还必须用水泥把棺材封住，避免2次污染。保安首相，经过这次事件，我们樱花国前途算是到头了。不用担心，总之想要解决这次的国际负面影响，只能剑走偏招。哟，此话怎讲？山本健司眼睛一亮，难道他调换核废水的事还有办法弥补？这次演讲，我们想要的就是获得漂亮国鹰将的支持，只要获得了他们支持，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安培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有些不自然，毕竟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漂亮国鹰将对于樱花国就是爸爸一般的存在，是要一直讨好的对象。不过在他的眼里，更多的还是利益。可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山本健司疑惑，他当然知道得到鹰将的支持能做很多事，但漂亮国又不是傻子，凭什么支持他们排放废水？那就需要我们的投名状了。只要我们表明决心支持鹰将，就可以得到鹰将的支持。所以我决定参拜靖国神策，当做支持鹰将和夏国作对的投名状。到时候不怕鹰将不支持我们。在当今世界中，虽然漂亮国鹰将是世界上最强的，但已经不是压倒性实力了，而是有可以和鹰将周旋的项目。而在这场争斗，离不开小弟的支持。现在的安培
就是要参拜神策，以此来当做支持鹰将的投名状。只有这样，鹰将才会支持他。为了樱花国的未来，豁出去了。第二天，赵白领也联系上了陈东方。东方啊，你有没有看到新闻？樱花国首相要去晋国神策的事？我知道，巴特真想一来扶送他们归西。每一个夏国人都知道，晋国神策是樱花国供奉灵位的地方，里面供奉的都是些侵略夏国的罪犯，以及各种罔顾事实、扭曲历史的说辞。别冲动，这次打电话是有任务交给你的，其实是希望你能抗议这次活动。赵警官，是什么任务？我需要做什么？你只要人去就行了，参拜就在第二天，我已经买好票了。说着，赵白领交代了一些事情，关心了一阵之后，便挂掉了电话。小樱花竟然想拿我夏国当投名状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我相信，只要东方出发，使命必达。就算不能阻止参拜，也可以搞点事，让这个参拜的进程不那么顺利。与此同时，晋国神策内一盏油灯轰然倒塌，灯油顺着桌子流下，火焰如同长蛇一般，顷刻间便烧起了一个个牌位。八嘎，快来人救火！着火了！大快人心呐！晋国神策发生大火，册内供奉的战犯骨灰全部化为水泥，冲向下水道。八嘎，着火了！一群迷童，你们都站着干嘛？还不快去救火！此时，保安队长武田宣信一个劲的指挥手下过去灭火。武田队长，火太大了，已经没救了，我们走吧。对呀，我们也就一个月4-5千块钱，玩什么命啊？队长，我们已经通知消防署了，他们20分钟后就过来。不行，等20分钟后，整个金册都被烧没了，你们立刻进去给我救火，这是命令。要是金册被烧了，你们一个也脱不了干系，你们都将受到陛下的惩罚，到时都要切腹自尽。不好意思，武田先生，你是保安队长，是有编制的，但我们只是普通保安，就算受伤了，也不会有人给我们报销医疗费，我们不能拿生命开玩笑。对啊，而且大火燃烧成这样子，就算我们进去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队长劝你赶紧野溜吧。说完，几个保安直接开溜了。八嘎，一点武士精神都没有，简直是丢我们大和民族的脸。不行，我不能害怕，我要进去救火。接着，武田宣信提着一桶水冲进镜册中。就在这时，大殿上的牌位轰然倒塌，后面露出了一个存放骨灰的容器，里面存放着镜册供奉的所有战犯骨灰。太好了，只要我把骨灰拿回去，就算镜册被烧毁，我依然还是一等功。说不定我的英勇行为还会被首相大人看上，再把女儿嫁给我，到时候我就是那个大臣了。接着，武田宣信幻想美好未来，一步步朝着骨灰走去。就在他走到骨灰罐旁边时，一根梁子突然落下，碰到骨灰罐，砰的一声掉进了水桶之中。武田宣信惊讶间摔倒在地，接着一根房梁再次落下。这次武田宣信哼都没有哼一声，而水桶中的骨灰泥全部冲进了下水道之中。与此同时，裴安病房内，不好了，本安首相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山本君做事要稳重一点，知道吗？本安首相，晋国神策着火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不就是什么晋策着火了？冷静，本安首相，我们的人已经在救火了。怎么回事？晋策怎么会无缘无故燃起来？是这样的，从现场监控在云端保存的最后记录来看，是一盏油灯倒塌引起的。什么？被油灯烧的？一群迷童，怎么连这么重要的地方都能发生大火？不知道要做好消防措施吗？那这次的祭拜，我们还继续举行吗？祭拜还是要举行。山本君，你立刻派人给我清理火灾痕迹，明天之前把镜册清理干净。那个，本安首相，其实镜册是全部被烧毁了，正殿被烧成了灰烬，还有祭祀殿里诸多将军们的骨灰都被冲进下水道里了。八嘎，你说什么？将军们的骨灰都没了？说完，裴安心脏病突发，直接倒了下去。来人啊，医生去哪了？第二天，一道新闻登上了各大平台头条。据本社记者报道，位于樱花国境内的晋国神策发生自燃火灾，导致1人死亡，建筑物全部倒塌，以及册内存放的骨灰全部化为水泥冲向下水道。随着新闻热度不断发酵，此时赵白领的电话也打了过来。东方啊，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，多亏了你晋策才能烧起来，我们才能取得外交胜利，你可真是个大杀器啊，国宝啊！少警官，不要把功劳甩给我，如果真是我的问题，那我还说马上就会有台风会刮到小樱花这边呢，这可能吗？这完全不可能了。我知道。赵白领本来想安慰陈东方2句，但就在这时，
一个小助理拿着文件慌慌张张地跑过来。赵警官，有2个好消息，大号厌怒的台风离开我们夏国海域了，我们的沿海不用害怕台风的袭击了。哦，那台风去哪里了？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台风去了东营那边，最多半月就能到达东营。此时赵白领愣了愣，沉默了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与此同时，陈东方也沉默了。你别多想，只是一个意外而已。还有过2天我要去樱花国谈判。你要来东京？对，这次小樱花求我们帮忙处理核污水的事情，本来不想去的，但架不住这次给的太多了。那一定能赚很多钱吗？钱再多，也终归是要花出去才叫钱。世界上还有好多东西，可是钱买不到的，比如光刻机啊。好了，你做好准备，这次我过去谈判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。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就是太阳服第一枪手山本彻也。顶尖的刺客并不需要华丽的装备，他们往往以最简单的姿态出现。随着酒店的房门被敲响，有人在家吗？开一下门啊！杨思怡以为是自己点的姨妈要到了，结果门一打开，一个满身泥泞的男人站在门口。您是哪位？我是赵白领。你是赵白领？我是赵白领，不像吗？不像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这是说来话长，咱们长话短说，你先让我进去。等赵白领进入房间后，经过一番解释后，很快得知了事情原委。原来赵白领在乘坐专机来的路上，飞机遭遇了强气流，可是当时他太倔强了，不肯相信运气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坚持继续飞，结果在距离目的地30公里的海域坠机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在海里漂了3个多小时，才被路过的渔船看到救了起来，幸好整架飞机的人都没事。那你身上是怎么回事？还不是在酒店楼下，不知道是哪个缺德的把井盖偷走了，害得我掉进下水道，经历了千辛万苦才爬上来。好了，你们收拾一下，我们去大使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谈判吗？差不多，大使馆的人我已经联系上了。我去了有什么用？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你来就是给我加 buff。半小时后，东方跟赵白领几人来到了宴会大厅。刚一进门，裴安跟山本健司一脸笑容的迎了上来，因为前2天竞测投名状的事刚得罪了夏国。欢迎赵大使的到来，这次的核污水事情还要麻烦各位。哈哈，安本先生最近越来越精神了。你后边这位是？他是我助理陈东方。哎呦，赵先生的助理竟然如此年轻，一定有过人之处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客气了。夏国真是人人如龙，陈先生这么年轻就当上了赵大使的助理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各位请入座吧。随后，东方赵白领一行人走入了会场。接着，安培看到进门的漂亮国代表思维后，更是热情的像是见到亲爹一样迎了上去。这位樱花国首相还挺亲民的，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。你看，又往漂亮国那边去了。他敢不客气吗？随着各国大使的到齐，由于上次表演喝核污水翻车后扛不住国际压力的裴安，此刻站在主台上宣布这次核污水的解决方案。第一，我方樱花国为此次核泄漏事件负主要责任，并对在灾难中遇害的人表达深深的歉意。第二，我们将终止对海洋排放核污水，并拟定了核污水排放终止计划书，承诺治理核污水。第三，因核污水处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我们决定拿出100个亿进行第1期核污水治理。接着，裴安对着台下鞠了多个90度的躬。看到这里，赵白领脸色平静，根本就没被裴安的话迷。而鹰将代表思维更突出，看到裴安认错鞠躬时候，脸上更是露出冷笑。本安先生，我觉得处理核污水由我们漂亮国就已经足够了。哈哈，思维大使，我们夏国有句古话，叫人多力量大。赵白领没有废话，直接掏出一份方案递了过去。本安先生，这是我们夏国的方案，还请过目。裴安看了看方案，越看越心惊。夏国这方案可比漂亮国好多了，又是出钱又是出力的，比起鹰将不出钱不出力还想赚钱的行为好上了不少。我决定与夏国合作，这是合作承诺书，只要贵国能帮助我们处理完核污水，对于你们合同内要求的一项专利技术，我们将双手奉上。总的来说，这次是一场双方都满意的交易。现在的夏国发展缺的不是钱，而是被卡脖子的技术。与此同时，没有人注意到在会场边缘的一名男子，只见他缓缓举起手中的照相机，对准了前方正在发表言论的裴安。随后砰的一声，会场顿时被一声巨响打破气氛，所有人都懵逼了。接上集，樱花国首相认错排放核污水。就当裴安走到台下之时，
旁边一名记者缓缓举起了手中照相机，对准了前方正在发表言论的人。随后砰的一声，第一枪打偏了，在场顿时所有人都懵逼，就连号称2秒半放倒壮汉的石田萌美也还没反应。接着山本彻也再次打出第2枪，裴安扑通一声直接倒在地上，全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。什么女士优先啊，什么尊重体面啊，都被抛之脑后。门外的保安也都开始冲了进来。接着山本彻也看向了正朝外面跑的美丽国代表。这是我最后一发子弹了，樱花国绝不为奴，为了武士最后的荣耀，拼了！随后又砰的一声放倒了美丽国代表。与此同时，会场中刺客除了山本彻也之外，还有其他10几个拿着棍棒的面具人，他们无差别的见人就攻击。陈东方，拿着承诺书快走，不用管我，这份合同比我的命重要多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一名面具人冲了上来，只见杨思一个飞踹，直接干倒了一名百人。东方跟赵白领顿时一脸惊呆，不愧是我看中的翻译官，原来你还会武术，这么久我没发现。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，跟你这个瘟神在一起，要没点看家本事早洗了。行了，我们赶紧走吧，待会儿被殃及池鱼就不好了。很快几人走出了会场，虽然这次有点意外，但好在拿到了承诺书，这趟不虚此行了。他妈的，谁能想到堂堂樱花国的会场竟然会出现色客，还当场洗了手下。这次多亏了司仪，不然恐怕我们都出不来了。知道就好。行了，这次的事情你们2人记大功，回去我给你们申请加钱。经过半天之后，医院传出了确认裴安喜欢的消息，岸上文雄随即也接任了首相之职。之后整个世界一片哗然，有悲伤的，有开香槟的，也有假洋鬼子发视频大哭博热度的，众人各怀鬼胎。当然更多的还是乐子的，还有的网友将裴安比作东方麦乐里。樱花国也调查出了事件爆发的原因，原来山本彻也3岁的时候父亲抑郁症死亡，母亲在继承家产后将所有钱捐给了邪教，因此彻也的生活过得格外艰难，还要照顾患癌的哥哥。直到18岁的时候，山本彻也发现邪教竟然是樱花国首相裴安支持的。看完山本彻也的故事，众人理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还有的粉丝买礼物送到了彻也看守监狱中。拿着承诺书回去吧。那你呢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。赵白领将合同交给前来的大使，并不打算就这样离开樱花国，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来都来了，不做点事怎么行？东方啊，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或者是想去哪里玩？你要去玩吗？我随意，去哪都行，你看着安排就行了。看着安排吗？接着赵白领露出一缕邪笑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是山本先生吗？对的，赵桑，我是山本健司。你的困难我可以帮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我想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海军基地宙斯号。不可饶恕！樱花国被性弃，暗中排放核污水，导致海洋生物变异。第2天，东方几人来到了樱花海军基地，刚下车，山本健司就迎了上来。欢迎来到宙斯号，赵桑。这次的参观机会，我是联系了海军部门的朋友，机会来之不易，还望赵桑能帮帮我。放心吧，既然山本先生帮了我，我也会尽所能帮山本先生。而且我们这次过来只是随便逛逛而已。原来在首相裴安遇刺后，身为助理的山本健司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，找不到靠山将会出局。你后面这2位也要一起参观吗？是的，他们是我的助理跟翻译。你好啊，山本先生，我们在大使馆见过呢。你好，你好，不知道陈东方先生这次是以什么身份来参观我们的海军？游客身份，你身后的就是宙斯号驱逐舰吗？还真大呀！哈哈，怎么样，诸位要不要上去看看？这可是我们最先进的舰艇。好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随后几人走上甲板，山本健司走在前面，介绍着舰艇的信息。东方也打开了手机进行直播。我们宙斯号不仅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雷达系统，能侦察到100公里以外的敌人，还能同时发射出4枚导弹，阻击敌人的经过。所谓宙斯号，其实就是漂亮国淘汰下来卖给樱花国的，好处就是比自主研发的要便宜，但这也意味着舰艇的资料会被漂亮国掌握着，甚至会被暗中植入后门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的宙斯号舰长中村彦介。你好，赵桑，初次见面。你好，中村先生。像宙斯号这么强大的战舰，能否让我们看看实战能力，开开眼界？既然赵桑这么说，作为东道主，肯定不能让客人败兴而归。随着螺旋桨的声音响起，宙斯号启动。与此同时，本该还有10天才到达的怒焰号台风，突然悄悄转变了方向，绕了一条近路，朝着宙斯号袭来。
中村先生，采访一下，您说宙斯号会不会被礁石或者水怪、台风之类的灾难所击沉？哈哈，陈先生说笑了。以如今的科技水平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如果有拦路虎，宙斯号的炮弹可不是吃菜的。泰坦尼桑号还声称永不沉没呢，最后还不是一样沉没了？这时杨思怡也不避讳，因为只要跟陈东方在一起，很多不可能的事都有可能发生。不会的，那都是几十年前会出现的事故，如今的技术不会出现这种事的。中村元介原本还担忧赵白领几人是来打探宙斯号情报的，但现在这种担忧消失了。陈先生，前方刚好有一座礁石，您不是想看宙斯号会不会触礁吗？这时，中村元介指挥手下士兵瞄准前方礁石，随着一声巨响，礁石已经消失在了视野中。接着，中村元介一脸得意笑道：“诸位怎么样？我们樱花国的宙斯号表现还不错吧？”“不错，宙斯号果然厉害。”中村元介越发得意。赵桑，其实你们也可以拥有宙斯号，只要低个头，说不定就能从鹰将那买到。哈哈哈，中村先生是果然铮铮铁骨啊！铮铮铁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中村先生的意志如钢铁一般。哈哈，不，赵桑是有眼光。我中村家被称为樱花国最后的男人，而我的祖父是最后一名忍者。就在这时，宙斯号雷达监测到下面出现了一只巨大无比的变异乌贼，正朝着舰艇来回不断的游走。中村先生，那是指什么东西？诸位别急，这是一个意外，你们就等着吃章鱼肉吧。接着，中村指挥手下连续发射了几十发炮弹，但无论怎么攻击，都被乌贼一一给堵开。眼看距离越来越近，船上炮手也急眼，猝不及防，还是中了几炮。接着狠狠地撞在宙斯号之上，这猛烈的一撞，竟然把宙斯号侧边撞出一个洞。卧槽，这可是军舰，炮弹都不一定打得穿，竟然被乌贼撞坏了。这宙斯号不会是鹰将的失败品吧？就这防御，还不如我家混凝土楼房。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船舱渗水了。报告舰长，船舱漏水，引擎系统已经停止工作了。如果再不求援，恐怕会沉没。快点通知所有人进行抢修。最后，宙斯号经过一番修补后，漏水的地方补上了，但也因此失去了航行能力。而撞击宙斯号的怪物也被打捞了上来。众人看着眼前的怪物，在世界上已知的物种中，没有一个能对得上号的，同时也被上传到东方的直播间中。这是什么怪物？竟然可以撞翻宙斯号？这只乌贼会不会是变异后的物种？这时，陈东方也反应了过来，向山本健司问道：“山本先生，这只怪鱼该不会是喝了核污水后变异的物种吧？”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众人回过神来，确实大自然不会造出这么奇怪的物种。这时，山本健司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急忙指挥士兵将乌贼搬走。不，我们有承诺过不会排放核污水的，不可能是变异。快来人，快把它搬走，我们需要研究后才能判断。众所周知，樱花国在上世纪战败投降后，签订了永不制造攻击性武器的条约，只能拥有自卫队。而如今，在漂亮国鹰将的怂恿下，樱花国早已撕破条约，公开建造航母。那么，当樱花国的缙云号航母遇上20级台风，将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续上集，随着救援军缙云号航母到场，引擎损坏的宙斯号则被拖在了后面。赵桑，怎么样？这就是我们樱花国的国宝缙云号自卫型航母。够气派啊！不愧是亚洲第一艘航空母舰。小樱花私自制造航母，还自称是自卫级直升机航母。不过现在无所谓了，反正陈东方都上船了，接下来就看小樱花你们的航母够不够结实。这时，赵白领不由升起一丝期待，就像陈东方坐车总会出点车祸，坐飞机总会坠机，不管干点啥，总会搞出点幺蛾子一样。中村先生，这次缙云号不会像宙斯号那样被海怪撞破了吧？放心吧，陈先生，缙云号绝对安全，就算是台风来了，也能让它有来无回。看来中村先生很自信呢，但凡事小心点总是没错的。不好了，舰长，后面突然来了一个台风，而且是在18级以上，就快到我们这里了。一番话说完，众人懵逼。刚说过缙云号能扛台风，结果下一秒台风就来了。大哥，台风靠这么近了才被发现，你们是做什么吃的？而此时台风越发靠近，一条鲸鱼被席卷上天，这是飓风带来的强力磁场，越靠近中心吸引力越强。接着鲸鱼被一个狂风甩尾，朝着宙斯号砸去，伴随一声巨响，牵拉宙斯号的铁链断裂开来，而船舱内也愈发摇晃。我就说，为什么总能遇到这种倒霉事？或许这就是命吧。你们两个不用担心，我早就通知大使馆，他们已经派出战机来接应我们了。哦，那你是怎么知道今天会出现台风的？
因为我有自知之明，你们等着救援机到来吧。与此同时，中村元健正指挥士兵操控航母，势必要提前脱离台风。所有人进入备战状态，开启防护导弹，启动最大功率。报告舰长，雷达失灵了，我们找不到路了。不可能，这可是航母，怎么会倒在台风之下？中村元健无法接受事实，命令士兵疯狂向台风发射导弹。此时几百上千万的导弹就跟不要钱的扔出去，结果都被一一反弹了回来。随后过来救援的战机也到达金云号上，缓缓地放下了手机。因赵白领提前预知，带了东方几人出来。救援战机到了，我们快上飞机吧，缙云号就要沉没了。随后，东方几人先行登上了救援机，而缙云号剩下的只有一半船员来得及登机。随即，怒焰号台风也来到了母舰中央，先是被卷进漩涡，然后慢慢被分解，渐渐地消失在狂风暴雨之中。这么大一艘航母，在灾难面前还是说没就没了。后面战机都是小樱花的人，没事吧？你们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虽然我们是第一批走的，但还是没有飞出台风的影响范围。话音刚落，后面不远处一辆战机没有疏忽，撞到了一头大白鲨上。至于天上为什么有大白鲨，那是因为在台风的引力下，海里好多东西都飞到了天上。希望后面的战机别再出意外了。你别说话，你再说我们飞机也要出事了。哥，你别说了，我慌，我还有老婆孩子。接着很不幸，东方所在的飞机螺旋桨卡到飞来的时候受损了，而驾驶员王战却是一脸淡定地说：“我就知道这次是跑不掉了，我们跳伞吧。”开什么玩笑，王战，你不是王牌飞行员吗？我没有开玩笑，局长早就告诉过我了，陈东方很强，接人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本国战机，也不要想着能全身而退，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4副降落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坐的这架飞机是从小樱花那借来的。跳吧，快跳伞吧，不然来不及了。说着，王战纵身一跃，先行跳了下去。随后，东方几人也跟着王战跳了下去，但在台风猛烈的作用下，最后几人还是被吹散了，降落到了不同的地方。这是哪？我怎么还没死？好熟悉的一幕，该不会穿越的吧？东方起身看了看手机定位，发现正处于樱花国神奈川的边缘海滩，这里距离富士山很近。也就是说，我昨晚调下飞机后，在天上飘了1天1夜，最后飘落到了这里，真是离谱。就在陈东方思索时，忽然注意到不远处好像躺着一个熟悉的人，他立马走了过去，发现竟然是杨思怡。他立即摸了摸他的鼻子，竟然感受不到任何呼吸。犹豫片刻，他将耳朵贴到杨思怡的胸口上，终于听到了微弱的心跳声，又看了看四周，顾不了了，救人要紧。当下陈东方直接双手放在杨思怡胸口上来了一套人工急救法，就这样连续按了5次后，杨思怡肚子里的水终于咳出来。他看到陈东方犹如一副见鬼的表情。你也死了吗？你才死了，我现在不就是死了吗？没有死，我们在神奈川。说着，陈东方拿出手机打开定位。原来我还没死啊！唉，杨思怡对于能幸存下来也没有太大的反应，因为她好像习惯了一般，产生了抗体。跟你在一起，再离谱的事也不离谱。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。随即，东方又连续拨打了赵白领电话，只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另一头，赵白领跟王战身处于游轮之上，刚昏迷过去又醒了过来，周围还有记者拿着相机在拍照。您好，赵先生，请问您如何看待缙云号沉没？王先生您好，请问缙云号还幸存有别人吗？在台风中死里逃生，请问你有什么感想呢？赵白领努着脑袋，记忆不断盘旋。原来他跟王战在降落后遭遇了鲨鱼追击，最后遇到了一群虎鲸，并且救了2人，还把2人送到了游轮旁边，这才被救了下来。我想我们这次能够死里逃生，按照局座的说法就是陈东方虽然很倒霉，但倒霉之后他把霉运吸走，别的人运气就会好一点。另一头，东方2人走出沙滩，来到了富士山周边大街上。这时，许多人穿着和服，像是在祭拜祖先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那是樱花国的樱花季，类似我们夏国的庙会。接着，陈东方有些疑惑，看向了路边的樱花树，只见树皮都已经枯萎，但樱花却还活着。这樱花树怎么看着怪怪的？难道樱花树也被核污染了？确实，现在都7月了，按照往年，夏日季开始的时候，樱花早就枯萎了，而现在却还开着，太反常了。
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其实樱花国早就已经把核污水排到大海中，只是一直没有公布出来，所以才会造成樱花树变异，还假惺惺的发什么承诺书，以此来掩人耳目？应该是了，排放的时候瞒住了，但造成的污染是瞒不住的。这时，一个樱花记者走过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一脸上畏气，看起来像是领导的人。这位先生，请问您是夏国人吗？我是东京电视台记者，这次是为了宣扬樱花国传统文化，特意对您进行一个采访。二位不用担心，说出你最真实的感受就是了。身后这名秃头名叫黑泽健人，是樱花国下任选举首相最有力的人选之一。这次的富士山樱花季就是他安排的，为的就是宣扬樱花国的传统文化，以此来消弭之前核污事件带来的影响。你是问我怎么看樱花季吗？我觉得挺好的，宣传文化，只是环境不好。环境不好？不，我们樱花国虽然低小，但是环境在国际上都是排得上号的。我说的是樱花国对环境的态度问题，核泄漏不好好解决，还将核污水排放到大海。这位年轻人，我们樱花国都已经下过承诺书，并且花了这么多钱治理核污水，你这样污蔑我们樱花国，我们有权逮捕你的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抹黑樱花国的。你们看看这棵樱花树，7月还开着花，而且树皮和花枝都枯萎了，樱花却还活着，就是因为受到了核污染。污蔑，纯粹就是污蔑！我们樱花国的樱花就是这样的，给我抓起来，他就是夏国间谍！我劝你们最好不要对我动手，对我动手的人从来没有好运过。这时黑泽健人跟几名警员哈哈大笑，以为是在虚张声势，准备上前按住陈东方，但就在此刻，一股强烈的震撼，原来是在不远处的怒焰号台风到来，还有即将喷发的富士火山。就在刚刚，沉睡几百年的富士山冒烟了。这富士山不是死火山吗？怎么在冒黑烟？这么远你都能看到，可能是富士山他想开的吧？不对，不好，怪走，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地面上的警员一个接一个的飞起，黑云压人，在距离不远处的富士山碰到，而带来的火声一阵一阵的遮天蔽日。而这时，整个互联网已经炸锅了，热度甚至比裴安死亡那天还要高。最新消息，樱花国沉睡数百年的富士山爆发，同时引起9级地震，还有18级台风伴随海啸登陆。这一定是老天给樱花国的报应，都是樱花政府的错，都是他们排放核污水，才会引来天谴震怒。我们需要樱花政府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地震、台风、火山喷发，都是因政府排放核污水的惩罚。我妈妈刚去了樱花国出差，在这场灾难中死去了。樱花政府需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此时，网络上除了对排放核污水的谴责，还有的人将这次的灾难联想到了樱花国排放核污水上，这导致樱花政府直接失去了公信力。而这时，刚回到夏国的赵大爷正在拨打陈东方的电话，经过半小时后，终于打通了。东方，你们在哪？没事吧？赵警官，我们没事，在难路川的下水道里。好，你们在原地不要走动，我马上派人去接你们回来。3天后。据本台记者报道，樱花国在半年前为省成本，不顾全人类安全，暗中排放核污水，并隐瞒了全世界。就在3日前，沉睡已久的富士山爆发以及台风地震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受灾人数占据了整国1/3，损失达到1万亿美金以上，并且不包括后续火山灰、环境治理消耗。看来这次让陈东方去的没错。是啊，小樱花排放了核污水，还说给我们什么终止排放承诺书。不过在今天早上的时候，他们的新首相岸上文雄打电话给我，他们这次面临的是灭国之灾，希望我们帮他们灾后重建，说愿意先支付我们数十项尖端技术，还包括了半导体作为报酬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如果他们愿意先拿出半导体技术的话，那还是可以的。对了，这次美丽国怎么没过去救灾？美丽国那边对樱花受灾一直还没有做出反应，他们倒是有一些民间的人自发组建救援队去支援。看来鹰将这次失算了，幸好咱们反应快。但就在今天晚上，夏国的13艘轮船被菲律宾国扣押在港口。你们欺人太甚，我们是按照规定合法运输，凭什么扣押我们的轮船跟货物？欧阳先生，现在明确告诉你，你们的轮船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菲律宾海界，你们想要出去的话，就要支付我们3亿美金的过路费。原来是夏国答应帮助樱花国并获取技术后，美丽国便联合了其他国家，限制夏国贸易轮船过港出航，甚至扣押以莫须有的罪名索要钱财。欧阳先生，劝你还是赶紧回去让准备好钱吧，我还可以替你们向鹰将求情。第2天，东方啊，昨晚回来后睡得好吗？有没有什么需要的？赵警官，你还是直接说吧，一大早的什么事？你想不想换个地方旅游，换换口味啊？
这次就去美丽国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漂亮国调查局软禁我方科学家，而国安局连夜把我变成人形核弹，轰向欢乐女神。这次的事情很严重，自从我们得到半导体跟机床技术后，漂亮国那边就开始忌惮，还指使了菲律宾国来扣押我们的轮船，限制我们的贸易。也就是说，米国不准我们卖东西给别人，也不准别人卖东西给我们。可笑吧？但这还只是开始，更过分的是，他们还扣押了我们的顶端科学家，只要流露出一点想回国的意图，就会被小黑屋软禁起来。那我要怎么做才能把软禁的科学家们救回来？还有被扣押在菲律宾的轮船。好，等到你这句话了，你不用做什么，就去漂亮国那边转一圈就好了。那这次还是去旅游吗？不，这次你的身份不是去旅游，而是代表我们夏国访问团，正式出使漂亮国。代表访问团？对，这次司仪在家休养，因为跟你在一起后会经常来亲戚，所以这次我安排了另一个人和你一起去，机票已经订好了，你先准备一下，晚上我就送你走。夜晚，东方拿着行李走到了机场。不是说一个访问团吗？这么草率。东方啊，郑重的跟你说，这次的鹰将之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你还愿意去吗？小问题，火山爆发我都活下来了，只要和生命挂钩就不算大问题。那好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柳后如，我们夏国的顶级特工，都市兵王，精通8国语言，求生技巧，这次就由他跟你一起去。你好，我叫陈东方。你好，陈东方同志，这趟鹰将之旅，我负责保护你的安全。尊敬的旅客，本次前往美丽国纽扣市的航班已准备好出发。好了，你们先去坐飞机吧，很快我们就会见面的。我明天也会过去美丽国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赵白领看着陈东方送走两人，总算可以放松放松了。结果他刚坐上轿车，扭动钥匙，一脚油门，巨大的爆炸声从引擎盖传出。这次的飞机连空姐都没有，除了2人以外，只有驾驶员1人。现在形势挺严峻的，不只是贸易封锁，就连顶端人才也被扣押了。就和当年的钱老先生一样，只要流露出一点意图，就会被软禁。如果只是贸易封锁，我们还可以和盟友做生意，自产自销。但美丽国对我们科技封锁，还扣押我们顶端人才。不用想太多，再难能有多难？当年先辈们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受人威胁，在那样糟糕的环境下都撑过来了。那倒是，再难能难得过别人拿着蘑菇威胁咱们。很快10小时过去，到达了漂亮国纽扣市，外交官约翰·布朗迎了上来。你好，我是美国外交官约翰。陈东方先生这次是代表夏国来见识我们美丽国风采的吗？当然，我还是第一次来到美丽国，听闻美丽国遍地黄金，就连空气都是香甜的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当然，夏国应该多学习美丽国，我们的知识、文明、自由是夏国需要的东西。当然，我并不觉得夏国能学会这些。约翰作为这次的外交官，说是带陈东方等人参观美丽国，其实更像是对夏国一次下马威。陈东方作为夏国门面是不能够怂的，特别现在还是全场直播，全球人都在看。我觉得夏国的谦逊才是美丽国需要学的。当然，我也不认为祖上是强盗的人能学会谦逊。你们可否记得这片土地的原主人是谁？哼哼，我们美丽国不需要谦逊这种虚伪的性格，这不过是弱者面对强者时渴望获得一丝尊重的谎言。那这么说，美丽国一定很先进，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，亦或是文明，都很先进吧？既然文明这么精神，在人格上也一定是人人平等吧？那当然，我们美丽国是自由国度，人人平等，不管你是底层流浪汉还是顶层金领，都可以吃饱饭。这么说，老黑和老白的地位也一定是平等的吧？老黑可以和老白结婚的吧？当然，美丽国是平等国度，提倡自由恋爱，老黑也可以配老白。那约翰先生有女儿或者儿子吧？配偶是不是老黑？爷妈的，笑话，哪个老白会去找老黑在一起？那是当然，无论是我的女儿还是儿子，要是他们能找到老黑，我会支持他们幸福的生活下去。与此同时，约翰的女儿安娜正在家中和老黑男友打扑克。亲爱的，你看见直播了吗？我爸爸同意了，只要你娶我，你就可以当美丽国外交官女婿。约翰先生，请问如果你即将拥有一个老黑女婿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支持他们，我很欢迎优秀的老黑同胞来当我的女婿。在记者面前，约翰断把面子做足，尽管他心里巴不得老黑全部去洗，但嘴上依旧不服软。但约翰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安娜牵着老黑男友的手向会场走了过来，已经准备好给约翰家族改善基因。各位，我们的爱情可以证明，我爸爸绝对不会歧视老黑。你们……约翰听到这话，一脸怒气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只是随口一说，女儿竟然真的找了老黑男友。不愧是约翰先生，我还以为你只是喊喊口号，看来是我误会你了。原来你真的没有对老黑存在歧视。约翰先生，刚刚我还不相信您说的话，但下一秒您的女儿已经告诉我们，什么才叫知行合一。约翰先生，你的女儿还真是爱戴您这位父亲啊！祝你们阖家欢乐。而下一秒，约翰只感觉胸口两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米国调查局软禁我方科学家，国安局连夜把我变成人形核弹，轰向欢乐女神。
陈先生你好，我是两性半上将麦克阿瑟。很遗憾，约翰先生出事了，接下来由我带你们参观美丽国。话说，约翰先生的女儿真的能和老黑幸福生活下去吗？哈哈，不说这个了。刚刚赵白领先生也到达了纽扣市，正在拜特总统那边会谈，我们就先去总统府那边吧。随后几人来到了美丽国最高总统府，赵白领正跟拜特总统谈判着。总统先生，此次我代表夏国谈判团，贵国有必要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首先是贸易问题，作为经济共同体，我们需要遵照国际贸易条例，支持贸易自由，保持贸易公正，任何侵犯交易双方利益的问题都应该被制止。第二，美丽国应当立刻释放李宇先生，还有扣押我们的13艘轮船，并发表道歉声明。哈哈，赵大使不要激动，我们扣押你们的人和货轮是有原因的，正是因为你们夏国违反了国际贸易新条例，我们不得不这么做。说到国际贸易新条例，这可是你们在扣押我们轮船后才刚刚制定的。我们夏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，难道你们真的要破坏这100年不到的安全和平吗？不，如果夏国愿意遵守我们制定的新贸易法的话，我们还是愿意帮助夏国重新融入到北业大家庭的。赵先生，你可考虑清楚。我们不会承认不合理的条例。那就对不住了，我们只能按贸易法条例来处理了。随后，拜特向后方走去，看样子是谈不下去，直接离开了。很抱歉各位，总统先生有事先行离开了，此事我不便评价，即使是我的国家做的不对。那就不用多说了，阿瑟将军，我们回夏国后也将用我们的方式来处理。我们走吧，回国安局。很快几人来到外面，东方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司机师傅，你这不是挂着出租车吗？我们要去机场。只见司机一脸阴阳怪气，似乎是刚做了什么急事。最后，东方几人还是上车了。司机师傅，这路不对劲啊，我们是要去机场，你这是开到哪去了？机场前面修路走不了，我这是带你们走的近路。放心，穿过这条胡同很快就到机场了。不对，像去机场这种大路线，要是真修路，导航也会提示才对。而且这个胡同很深，给人一种特别危险的感觉。接着司机努力地进到另一个胡同后，他猛地一踩刹车，拔掉钥匙，开门就窜出了车外。那个司机呢？该不会是……没错，我们遇到绑匪了。话语刚落，胡同左右两侧瞬间同出来8个壮汉。原来那个司机是刚抢完银行的劫匪，但在半路上刚好被东方给拦下了。还好对方人数较少，只有8个，你们一人对付1个，剩下的6个给我，谁先逃出去，谁就先喊人来救人。刘总，你确定你能打6个吗？给我上！说你们是什么人？谁派你们来的？等等，我们真的有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们一马吧。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以后想花也花不出去了。说完，几人就被套上了黑罩，两眼一抹黑，好像是上了一辆面包车。这个男人有多倒霉，随便坐辆出租车都能碰到劫匪，还是刚打完劫那种。看我干什么？是你拦的车。我哪知道他们是劫匪？行了，别吵了，来都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绑匪大哥，放我吧。其实我被绑架过很多回了，但每次撕票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被自己的枪给打醒。我也是好意提醒你们。旁边几个劫匪却不以为然。老大，这几个人要怎么处理？要不把他们都干了吧？反正我们刚劫完银行，伯伯乐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对呀，说不定他们还是偷渡客。大哥，我们不是偷渡客，放了我们吧，我们真的是夏国国安局的人。闭嘴！你们现在就是偷渡客了。安心去吧，我们会让所有人都不知道你们已经急了，你们的家人会找你，但一辈子都找不到了。随即，一名绑匪扣动扳机，只是子弹是从后面射出的。怎么回事？难道我们买来枪有问题？告诉你们吧，你那把枪全名叫古灵精怪枪，是我们战护局典藏款反射枪，前不久刚被盗窃流入黑市，想不到被你们给买到了。那这么说，我只要反过来射不就可以了？结果开第2枪又命中到自己。忘了告诉你，第2枪是向前射的。怎么不早说？里面的眼盯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，赶快投降。原来柳后如在的士上时就已经报警了。伯伯乐这么快就来了，要不我们跑吧？不跑还等什么？随后，东方几人被解救了出来，但作为夏国的外交天团，在美丽国被绑架消息传出后，人们并不认为这件事是劫匪做的，而是认为这是美丽国在背后指使，故意为难夏国。赵白领先生，请问你们如何看待美丽国绑架事件？这是否是对夏国的宣战，一场无声的战争？听说美丽国对你们的人身自由进行了限制，请问是真的吗？不要担心，说出来，我们坚决反对霸权行为。记者朋友们好，这次绑架事件是我们不熟悉路，才不小心遇到了劫匪。
赵先生，请问您是受到了威胁才这么说的吗？要是受到了威胁，请说出来，我们会主持正义。赵白灵也一脸懵逼，本来只是实话实说，但反而越描越黑。第3天，驻米大使馆内，很抱歉让几位受惊了。没想到在美丽国境内也会遇到这种事。赵先生，此次我是过来谈判的，那些劫匪确实不是我们派出的，只要你帮我们澄清此次事件，我们就归放扣押在菲律宾的货轮。这也是总统先生让我过来传话。可以，那我们就再澄清一次，但网友们信不信就不由我了。希望你们能遵守承诺，归放我们的货船。好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东方啊，我发现了你身上一个能力，只要你说出来话，很多都会实现。真的吗？那我还说马上就会有陨石撞击美丽国，而且位置刚好砸到欢乐女神像。走，我们出去看看。很快，几人来到天台上，观望了几个小时，也没见陨石飞来。都说了，雪山喷发那些事是自然发生的，我又不是乌鸦嘴。看来只有在不经意间说出来的才会实现。与此同时，漂亮国南的航天局内，正在观测宇宙的研究人员看着不远处一颗巨大的陨石。不好了，长官，是陨石，我们要完蛋了。按照现在的速度，最多3天，陨石会降落在我们的纽扣市欢乐女神像上，威力足以摧毁一个城市。